彭怀，哎呀，我说你怎么老修你这破车呀？啊，我看你呀，以后开个修车铺得了，啊？你戳那干嘛呀？又不是第一次来了，找地儿坐呗。哎，你看我给你带什么了？好酒，咱哥俩今天得好好喝喝呀。当兵2年，敢跟我较酒劲儿啊？行，喝就喝呗，谁怕谁呀？谁怕谁？咱试试，今儿好好喝喝。谢哥，我妈不在，我也不会做菜，随便找了这么俩，将就吧。哎，咱哥俩还那么客气干什么呀？啊？尝尝，这是我给你带的酒，啊？怎么样？这第一杯酒呢，咱们先敬过世的伯父，他这一辈子不容易。来，小王，第2杯酒为咱哥俩这么多年的交情干一个。来。哎，我说你现在混得怎么样？嗨，别提了，在家待业待了3年，后来我爸去世了，厂子里为了照顾我们家，让我顶替我爸到厂子里当了一名锅炉工。虽然苦点累点，但是怎么说也是国家正式职工嘛。你回来以后打算干什么呀？我是这样的，过几天呢，也许我就上物资局工作了。那儿的一局长啊，是我爸的原来一个部下。其实呢，我是不想去，我想回来先玩玩。可是我爸非逼着我去，没办法，刚再说吧。啊，哎，对了，我刚来之前啊，先去一趟何英他们家。我本来打算带着何英一块儿来，但是呢，他没在。哎，我听和平讲啊，何英也没工作，这些年都靠你照顾。哎，彭伟，我替何英谢谢你，啊。哎，这何英一直没交上朋友吧？和平就没跟你说？嗨，这么多年，其实何英给我写了很多信，但是我都没回，我就觉着吧，特别对不起他。就冲他这份情，我一定要好好对他。我准备玩个1、2年以后，完了我就跟他结婚。我说你怎么不说话了？现在还没女朋友呢？哎，你放心，我这不是回来了吗？我保证给你介绍一个满意的，啊！哎，我还得求你，抽空呢。你跟何英那儿解释解释，啊，来，喝酒吧。我就不信我赵鹏辉这辈子就这个命。鹏辉，鹏辉，哎，王师傅，来了，工资，来，谢谢你啊。你数一下啊。基本工资28，热补2块，福利3块，一共是330大毛。没错，谢谢你啊！辛辛苦苦干了1个月，就挣这么点钱，这够惨的。我倒挺知足的，要不是厂子里照顾我，让我顶替到厂子来上班，这330大毛不知道谁给的。那倒也是，总比待在家里强。好歹呢，也是铁饭碗。谢谢您，王师傅。什么东西，王师傅？电子表，见过吗？怎么样？高档货。这个表不用上弦，这还有日历呢，你看着。哪儿来的这个？嗨，小六子你还知道吗？知道。
小六子去年从这个出来以后，直接去了广州。前几天回来了，带了一箱子电子表，全被熟人抢光了。你知道小六子这次挣了多少钱吗？挣多少钱？300多块呢。 ？300多块啊，那不快赶上咱们1年的工资了吗？小六子还说什么，你知道吗？说什么？他说这叫马无夜草不肥。有道理，有道理。大妈，忙着呢。鹏辉还没回来呢。哎呀，徐和英啊，哎，怎么这几天都没过来呀？啊，来来来，快进屋坐，进屋坐。大妈，以后您就别再捡废品了。为这事，鹏辉跟我说了好几次了。好孩子，大妈知道你和鹏辉啊一片孝心。我捡废品啊，又能锻炼身体，还能补贴家里的生活，有什么不好的？反正我在家里待着也没什么事儿。将来啊，你们结了婚有了孩子，哎，那我就什么也不干了，待在家里头抱孙子了。大妈，走走走，进屋去。来，看看，鹏辉给你买了一件衣服，这不上班了，我给他点钱呢，让他去买件衣服，省得让厂子里的人瞧不起咱。他转了大半天呢，给你买了一件。哎呀，还说啊，跟你好了这么多年，也没送你一件像样的东西。来，试一试，看看合不合适。大妈，这衣服我不能试，还是拿到商店去退了吧。我现在这不是穿的挺好的吗？傻孩子，这可是鹏辉的一片心意呀。哎呀，鹏辉这孩子啊，心重。那天你们俩闹别扭啊，他整整在屋里坐了1宿都没睡。啊，他没事啊，净跟我叨叨，说欠你的太多了。来，你试试。大妈，我先不试。鹏辉的心思我明白。我跟鹏辉好，就是特别喜欢他身上那股劲儿。你先坐下。您放心好了，鹏辉一定会出人头地的。我给你做好吃的。来，刘哥，我再敬你一杯。啊，干了啊！鹏辉啊，小时候在街上打架时，我就认准你是个够朋友、讲义气的人。要不冲这个，今儿这事儿不谈。多谢刘哥瞧得起我啊！行，啥话也没有，全在酒里。啊，哎，干一个。够意思。从今儿起啊，有我的就有你赵鹏辉的，咱哥俩算交上了。刘哥，您放心，我赵鹏辉只要有出头之日，我绝忘不了你。好，友情为重。不过我得提醒你，咱们玩的可是捞偏门，你可是有工作的人。这个你放心，这按说1不偷2不抢3不骗的，也犯不到哪儿去，我心里有数。啊，心里有数就好。明天到我家去取货，你先卖着，卖完了再把钱给我。行了，刘哥，有你这句话，来，我再敬你一杯啊！干了啊！嗯。